从头到脚皆可替。张海川肖战这镜头给多少流量明星一记耳光？在你开始阅读之前，麻烦点一下关注，这样不仅方便你参与讨论和分享，还能让你体验不同的互动感。创作不易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张海川开播3天都是热度第一 ，CCTV8 的收视率轻松突破1，真是让大家看到了爆剧的力量。它的热播直接超越了其他许多同类好剧，堪称为男频权谋剧的一次荣耀。近年来，权谋剧题材能打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，能出一部真正的爆款更是难上加难，所以仅仅能把剧情讲清楚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然而，沧海船的开播却展示了金牌导演和编剧的实力，带来了一部史诗级的作品。从最初的观众期待来看，大家对这部剧并没有抱太大期望，觉得那么多的营销最终可能只是空谈。然而，几集播出后，大家终于明白了为何张海川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，甚至吸引了许多官方号的宣传支持。剧中的每一环节都令人惊艳，无论是镜头质感、服化道，还是角色设定与演员的演技，都是一流的大片水准。观众纷纷表示，质感太好了，难怪是大导演的作品，节奏紧凑，剧情高能，郑晓龙真是大有作为。当然，除了剧情，观众讨论最多的还是男主肖战的演技。作为顶流男星，肖战再次凭借演技征服了观众。或许有些人会说，肖战就是长得帅，演技不够出色，但在我看来，肖战无论在同期男演员中，演技都已经是顶尖的了。他的颜值是加分项，但真正让人入坑的还是他扎实的演技。毕竟娱乐圈并不缺少长得帅的演员，男演员也一样。在剧中，肖战饰演的沧海，作为朝廷高官之子，童年幸福无忧，从小智奴这一名字就能看出父母对他的宠爱。然而，反派平津侯为夺宝物，残忍地屠杀了男主的家人，只有小智奴侥幸逃入地道，保住了性命。从此，他再也不负那个无忧的孩子，复仇成了他余生唯一的信念。相信看过这部剧的观众都会被肖战的演技震撼。男主这一角色仿佛是专门为肖战量身定做的。沧海外表温润如玉，镜头下技巧娴熟，但内心充满仇恨。肖战在多个镜头中展现了复杂的内心戏，他的演技与那张帅气的脸相结合，完美呈现了古装剧的魅力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True 沧海船的节奏非常紧凑，一开始就送走了男主的家人，甚至许多配角也在短时间内下线，让人一时难以适应。肖战在剧中打破了许多传统男主武艺高强的设定，反而演绎了一个没有武功，但却拥有高超谋略和才智的角色。看看肖战在剧中的首次亮相，他穿着简朴布衣，满满的少年气息，难以想象这个少年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命运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的古装造型真是养眼，不需要华丽装饰就这么帅。换成其他演员，也许效果就没有这么好。再来说说肖战的演技，他的每场戏都让人印象深刻，彻底打破了流量明星演技差的偏见，证明了高流量的同时，他的演技同样出色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沧海遇到了儿时的偶像姬伯伯。小时候，姬伯伯是他的榜样，但因为家族遭遇灾难，他的家人全部遇害。成年后的沧海再次遇见姬伯伯，已是落魄的阶下囚。尽管表情变化不大，但肖战通过眼神成功传递了沧海的内心痛苦。更令人触动的是，在修建皇陵后，沧海被告知他和工人们将成为陪葬品。这种活人殉葬的安排让人愤慨，但工人们为了家人的生死不得不接受。幸好这时沧海出现了，他决心打破这种惨无人道的陋习。官方花絮中，肖战在皇陵的那场戏堪称精彩。他独自一人走出皇陵，满身伤痕，眼含热泪，对着外面怒吼：“我就是命不该绝，只要我出来了，他就能落下。”这句原声台词和激烈的表演让观众动容，足以证明这场戏的震撼力。这段表演不仅打破了观众对肖战的固有看法，也让大家感受到他完全融入角色，
台词、情感、表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令人感动。这样的好演技，怎能不打动人心呢？太绝了！肖战《藏海传》此刻我敢心服口服的说，绝对的全模具天花板了。我说的可不仅仅是在最新的27、28集出现的《藏海传》全剧最高光藏海啸封神时刻，更加让我震撼的是，在第28集中，平津侯毙命，曹进贤重伤，一箭双雕，雷霆万钧。可当镜头对准藏海的脸时，我们并未看到手刃仇敌的狂喜呀。也没有看到夙愿得偿的酣畅淋漓，我们只看到当庄如影轰然倒地的一刻，藏海的眼神穿过纷乱的尘埃，落在那位垂死的父亲身上。肖战的演绎太绝了，那双曾燃烧着10年恨火的眼眸里竟盛满了悲悯。此刻我终于明白藏海传为何能火到全世界，因为它背后隐藏着格局。10年血海深仇，家破人亡的锥心之痛，日夜也啃噬着藏海。布局10年，机关算尽，终于等到仇人伏诛的这一刻。只见藏海望着倒下的庄如影，望着崩溃的庄之行，那眼神里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意，只有无边无际的悲凉呀。这一刻我们懂了，藏海要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杀戮，他要的是诛心，是让仇人看清自己种下的恶果是如何反噬之身。平津侯死在了自己儿子剑下，何其讽刺，何其可悲。我不禁感叹，复仇从来都是一把饮鸩止渴的双刃剑，剑锋刺穿仇人的心脏，剑柄也狠狠地抵住了自己的灵魂。你以为饮下的是解恨的甘泉，到最后也许是更苦的胆汁。肖战演活了这份撕裂，他让藏海的血肉从权谋的冰冷棋局中挣脱出来。此刻他不是复仇的机器，他是被命运推上绝路，却依然在血泊中挣扎着不灭人性心火的活生生的人呐。10年前幼小的藏海目睹平津侯屠戮满门，10年后藏海亲眼见证庄如影死于亲子之手，命运画下了一个何其残酷的闭环。藏海传的格局就在于此，它撕开了快意恩仇的假面，露出人性最挣扎的内核。它不是歌颂复仇的胜利，而是在拷问以血还血，真能填平内心的深渊吗？冤冤相报，何来真正的终章？在看完28集后，两大仇家近乎团灭，藏海布局之精妙，出手之狠绝，堪称全模教科书。但风暴从未停止，在《藏海传》最新29集预告中，永隆王爷一句“曹进贤尚未断气，性命垂危”，瞬间将藏海推入更危险的棋局。是试探，是陷阱，还是新一轮风暴的前奏？那个眼中曾闪过悲悯的少年，将如何在更大的漩涡中守护本心，破局而出？肖战的《藏海传》真的是杀疯了吧？我说的不仅是藏海借庄之行之手杀掉了平津侯杀疯了，我们甚至看到了《藏海传》在海外也杀疯了，同时登上了多个国家电视剧的热播剧 Top 1，甚至有著名的学者郭正亮也连追20多集，还主动夸肖战的演技精湛。肖战的《藏海传》确实可以封神，10年复仇终见血，那句我早就不是人了，让屏幕前的观众脊背发凉吧。那不是愤怒，不是癫狂，而是一种淬了毒的平静。10年隐忍，刀刃终于见血。这一夜，平津侯的命数被斩断，而藏海的复仇才真正开始。我想大家看完第25集、第26集后，是不是有一种神清气爽的共鸣感？因为我们还是小看了藏海的谋略呀。这也不难理解藏海为何在前2集要以身入局，即便身受重伤，依然强忍剧痛完成对平津侯的苦肉计。藏海很清楚，庄知府被害，庄之行上位后，大夫人奖项一定会揭发平津侯的罪行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藏海去地牢见平津侯的时候，出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藏海啸。从前面还假意伪装的言听计从不断放出百官不救，曹进贤补刀的消息，意图就是继续消磨平津侯的意志力。再到后面慢慢露出真实本性，淡定自若，略带轻蔑的作者，将灭门的秘密与蒯罗儿子的身份，在多年的压抑中喷涌而出。肖战将藏海对仇人的咬牙切齿、恨入骨髓的真实感演到让观众后怕呀。而此刻让藏海没有预想到的是，平津侯在后面还来了一个回马枪的暴击。那句蒯夺，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，你是该笑还是哭啊？确实给藏海心里狠狠地扎了一刀。
因为藏海的内心很清楚，他为了复仇早已将自己逼成了如仇人般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、冷酷无情的机器呀！藏海早已陷入复仇的深渊，无法自拔。肖战用一个眼眶带泪望向夜空的内心戏，对这种复仇产生的矛盾心理表达的精妙绝伦。平津侯在27、28集肯定是要彻底拜拜了，因为预告片里出现了全剧最高光时刻藏海笑，说明藏海主动出现在平津侯的战场上，肯定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有信心杀掉平津侯。我不禁感叹，复仇是烈火，烧尽仇人也焚毁自己。藏海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爽字，而是一个关于人性深渊的探究呀。